让风扬起前方的路，命运在等我奔赴穿越历练的远途。谁没有一身的热血起伏？不过把天赋阴雨灯火阑珊处。唉，人生啊，哪会刀枪不入？对黑夜不屑一顾，何须锋芒来显露？偶尔绕一些弯路，就当活动筋骨。为难千钧一发，我挺身而出。暗涌上心间，我随机应变，只用双拳也不必身犯险。暗涌上心间，又何惧深渊？不露声色，依然紧握手中拳。暗涌上心间，冷静理周全，先听心不照样无畏越天堑。暗涌上心间，若逆战难免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才稳健。仿佛成了一个遥远的梦，短暂且美好。蓝星，我的家乡，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。《封神演义》中，天道为完善自身，命道门三圣牵压封神榜，三教弟子因而卷入商周交替之乱，死伤无数。天道的完善，必须以生灵涂炭为代价吗？多年来，我一直利用计算机集群技术，不断融合东西方哲学，试图探索出一条适合众生的新秩序。成功了！6年了，我终于做到了。这破答案要解密6年。我要你这电脑有屁用！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29年。眺望洪荒的未来，天道为完善自身，必会开启封神。仙人一旦死后封神，便会被剥夺自由，丧失自我意识，彻底沦为天道的棋子。这根本就是一场劫难。为避免卷入封神大劫，我已暗中筹备数个方案，而眼下，劫云来了。韩爵，此次随为师前往截教道场讲经布道，感觉如何？师父，汉侄今天终于见识到了我教弟子众多，人与妖混杂，好热闹。
不知和龙族的东海大会比起来，哪个更热闹？龙族向来骄傲自满，你可不许学他们。你天资聪颖，颇有悟性，为师相信，不久后你就会迎来成仙天劫。师傅，上次您夸赞的那位弟子已经殒命了。不夸了，不夸了。快，有人渡劫！快，韩芷，这是观摩天劫的最佳时机。渡劫好像已经结束了耶。我这是成功了。师傅，他要飞升了。这大门后便是仙路吧？不错，依我看，他潜力无限，马上就要飞升成为天仙了。这位不知名的道友，你自求多福吧。成仙，成道，这就是仙路，这就是。这，等会儿，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只有上半身变为了仙躯？现在该怎么办？主动结阵，让上半身飞升，下半身也很重要啊！又不是跟那辟邪剑法一样，有些东西能说不要就不要了。且慢！莫非是天道错判我的实力，以至于没有降下足够强度的天雷，导致我如今只有半身仙躯的情况？等等，莫非……果然是火德玉遮蔽了天道。火德玉防推算，可以防止被人推算修为、来历。丢掉。劫之变数，实非弟子有心算计。恳请苍天令弟子修行不易，再上天劫。也请苍天允弟子换一渡劫地，以免不测。好在此前为防渡劫有人捣乱，特意多选了几处渡劫地。厉害的劫云，是排行第2的九霄神魔劫。天道真是被我激怒了，麻烦大了。发野鸟龙！看来此人多数要死在天劫之下了。看来此人还有一线生机。
所形成的果子可以形成某种阵势，以作抵挡。最后一道天劫不对劲，奇怪，除了天劫，好像还有其他东西。不急，在此地看看他能否撑过最后一道，理应是撑不过的。完美度过最后一道天劫，师傅，您的嘴真是堪比天道法器。成仙，成道，这就是仙路，这就是……竟能撑过此劫，咱们可过去结交，说不定他就要直接飞升天仙。这，等会儿，什么情况？师傅，你快别说话了！哎，是天罚，天道判定此人有违常理，降下天雷责罚。你不讲武德！这3朵青莲道花，便是师傅您说的道门标识吧？3朵道花分别代表精气神，花瓣越多，则道基越圆满，潜力越大。历经此劫，我的道花瓣数由27瓣修至81瓣，但最后一道天罚让道花有了不小的损伤，我得赶紧找个地方疗伤。嘿，道友，吾师徒乃截教金鳌岛炼气士，无名元泽，无名寒指，特来为道友祝贺。金鳌岛寒指，难道是在封神大劫中死于大神鞭下，魂归封神榜的寒之仙？绝不能与大劫之人有任何牵扯。哎呀，恭贺道友飞升天仙！跑！往后修行之路必定顺遂无比，还望道友入我截教。师傅，可惜，连道友的脸都没看着，就错过了。放过这位道友吧。仙路缥缈，世事无常，大道千载，终须自渡。万般因果，方显机缘。道花修复期间不可随意移动，这渔夫倒是个绝佳的修炼场所。好大的鱼！
不要打扰这是海神。啊！从鱼肚子里生出来的海神，海神！快把海神送寨里好生供着，通知熊寨全体寨民，搭建神像，拜坛祷祝。哪里来的海神，也敢和本女王大人抢地盘？女王大人，熊寨之事便交给属下吧。此寨地处南山湖州西南部，位置偏僻，寨民多以捕鱼为生。奇怪的是，寨民们都像吃了猛汉药一样，身形几乎都非常壮硕，吃食也都很正常。奇怪，莫非是祖传体型？这真的是人类会有的体型吗？好大的石像，竟然真的被他们打起来了！我又不是真海神，只要一直假装不能动弹，也就不会有人再信海神那一套啊。海神像也就变成了废石像。我还是尽快修复青莲道花，早日离开此处。不愧是我从鱼肚子里剖出来的海神，闪闪亮亮，看上去就很灵。道花总算彻底修复，我可以隐藏修为，模拟出魏成仙的模样了。得尽快了断与熊寨的因果，别惹上什么是非。好重的妖气！寨主，快看那边！寨主，这是……快看，那些人是神仙啊！西法二圣是啥？与我们熊寨的海神里耶吗？此乃我西坊教大教主结英圣人，二教主尊提圣人，
诸位与我西方教有缘，二圣算到此方有难，特遣我等前来降妖除魔。西方二圣，可是与道门三圣、圣母女娲并称道祖门下6大圣明弟子。不过与其他4位亲传不同，结阴尊体只算近门弟子，这才被分配到了贫瘠的犀牛贺州。据说结阴尊体当初为了成圣，曾发宏愿要振兴西方，打造世间净土，于是创立西方教。如今道门三教日渐鼎盛，西方教却因为地处偏远，门下人丁稀少，与道门的差距越来越大。西方二圣便开始推行广结善缘、招贤纳才的策略。但西方教弟子不远万里来到南赡部洲，对付一个刚刚出现的妖怪，时机会不会太凑巧了点儿？看来你们的海神不怎么灵啊，还得靠我等出手。你胡说，海神会显灵的。在那群西方教弟子之上，但他却只出招试探，哪里出了问题？摄神珠，摄取元神，让我看看你元神的记忆，到底想来熊寨做什么？这次你的任务是袭击熊寨，你不是最喜欢人肉吗？只是记住。你最后一定要被我降服。原来都是一伙的。这鱼妖就是西方教豢养的大妖。西方教一边养妖害人，一边派弟子表演降妖除魔的戏码，就是为了吸纳更多门徒，壮大西方教。这可是两教之争，涉及西方二圣和道门三圣一共5位圣人，好大的因果。稳妥起见，我得赶紧溜。千万不要回头看！熊灵力，海神没啥用，快来拜圣人老爷！不，我相信海神大人，他一定会救我们。西方二圣，救救我们！救命啊！救救我们！救命啊！孽障，胆大包天，西方二圣在上。赐予行道力量。文杰，我本来就不是海神，不应该掺和这些是非。是那个女孩太天真了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二圣，救救我们吧！海神大人，求求你，快显灵吧！
鲛人诗韵，灵感来自于知名童话故事《一颗极刀撒布》。嘿嘿。在偷袭本尊，好一血的毒药，发不出声音。自研迷药升级版，注射型软身散，一针立马晕，2针双保险。紫炎符阵，3元玄火剑阵，永不相见，莫再转生。这个鱼妖找对了，演得太逼真了，下回还找他。咱们熊寨能不能入西仿教，供奉2位圣人？当然可以，往后尔等就做我西仿教弟子。西仿二圣，西仿二圣，西仿二圣！你们怎么可以背叛海神呢？西仿二圣！老师不要怪他，我妹妹年纪小不懂事。无妨，不如让他随我西去，接受圣人指点，定能将他度化。我就这一个妹妹。哎呀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！这么雄壮的小姑娘，鱼妖一定很爱吃。这哪是渡人往西，分明是送人归西。跟着他走，可就变成大妖们的口粮了。这么厉害，难道真有什么海神在助他？我说过，我们寨的海神是最强、最灵的。妹妹，你怎么变得那么厉害了？刚刚身体里突然出现一股神奇的力量，一定是海神大人显灵了。赶紧跑，就没有人发现。等等，熊寨里还有一个我的神像，万一被西仿二圣看到神像找到我头上，发现是我破坏了他们的计划。
下并非海神，特此备下薄礼，以谢贵寨收留之恩。令符炼器士入门手册若干，少年强则雄寨强，无需求仙拜神，自可修炼星寨。他虽然不是海神，但他是英雄。我也想成为他那样的人。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到道门的地盘。西方二圣只是道祖的记名弟子，我道门3位圣人来也，却是正统的亲传弟子。有道门3圣罩着，就不怕那西方二圣了。能拜入道门麾下的渡仙门，真是一大幸事。昏皇太邪恶了，人心太复杂了，因果太害人了。以后还是得贯彻在小雄峰老死不外出的方针。此前龙族2太子为立威重创长寿，如今玄雅击败众龙族高手，也算为长寿出了口恶气。出来这几天，小雄峰应该没事吧？走前叮嘱师妹要好好休息。师傅刚成卓仙，应该也在闭关。师兄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到底是谁布下了这连环困阵？究竟有何算计？啊，这字有些眼熟。还请不要破坏此地的一草一木。此路通往一处没有隔音阵法的空地，难道还留了出口？没化血可以不血，怎么控制不住就上头了？当初在丹房外设立体复合型组合大阵，是为防止有人发现我私炼禁药融仙丹。没想到把师傅给坑进去了。幸好师兄早在阵中准备了待客间。现在来说说师傅为何会在阵里吧。我发誓，我真的叮嘱过师傅不要靠近丹房，但他可能在想信的事，没听到。信？师傅在外根本没有朋友，连朋友都没有，师傅真的好惨心。心有落款吗？好像是晚江影。师兄，你知道这个人吗？他是钱师伯，还是师父青梅竹马的师姐。本来也许是我们的师母。能看上师父这么认死理的人，晚师伯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人。但为什么他没成为师母呢？900年前，晚师伯还是咱们渡仙门的门花，在门内拥有很多爱慕者，而其中有一人因苦追10余年不得，便迁怒于师父，暗中偷袭，致使师父道基损毁。
前场失忆就背后下黑手，活该他一辈子单身狗，难怪婉师伯看不上他。后来，婉师伯为了给师傅寻找修补道基的宝药，便离开了渡仙门，自此再无音讯。师兄，你说婉师伯是不是找到了宝药，所以才约师傅见面？这阵是我设的，自己确实是我的，但我为何全无记忆？难道我所经历的都是假的？师姐，师弟，这次门内大比已是第14年，进步不少。师弟，你在门内好好养伤，我一定会为你找到修补道基的宝药。师姐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师傅这是道心失衡，生了魔障。道基残损，心爱之人离去，挣扎半生只修成一个浊仙，你的过往还真是凄惨呐！你是谁？你我是同一人，境遇却完全不同。我的过往里，这些都没有发生。我的道基没有毁，世界也没离开。没错，但世上只能有一个起源。你认为谁活着更好？那么，只要我不在了，一切都会是最好的样子。只要我不在，只要我不在，只要我不在。静气凝神，心念归一。长寿，灵娥，为师好像见到师姐了。师傅果然是被那封信乱了道心，生出心魔。你们怎么进来了？朕呢？我师姐很不凡这件事，你要告诉他吧。朕是弟子设计的，但弟子就是用来防贼而已。防贼？小春风穷的叮当响，哪来的贼？我敢正面对贼捕贼佬！为师有要事得出门一趟，小琼峰暂由你打理。先稳住势。师傅，婉师伯多年未回，门内应该已经将他从小琼峰除名了。安门归等于叛出师门。师傅身为一峰之主，若与他私下会面，该如何向长老们交代？那你说该如何做？师傅，隔绝大阵已开，不会有人打扰您给婉师伯写信。师兄，
师兄，你真要去给师父送信啊？万一……最坏的可能就是婉师伯已经遇害。这封信是有人要引师父外出除掉的。啊！师兄，你是不是已经有怀疑对象了？不错，此人就是毁掉师父道基的那个情敌，如今就在新兰国。一个武力仅次于九次九仙所在的破天峰，但财力第一的封豪。门内不会因为小穷风穷，便任由他封欺负吧？事发时并无旁人，门内无法判定事情经过，只能略作惩处。我本以为这段恩怨已随婉师伯的离开就此了断，可没想到，如今师父修成浊仙，更有望突破真仙境，对此人便是一种威胁。如果幸的是真的是有人在背后算计，那么他的嫌疑最大。师兄，这人是仙灵峰峰主的弟子快思。原来是他，他不是已经修到真仙境巅峰了吗？师父却因为他苦修900年才成浊仙，还险些惨死在天劫下。我会盯紧此人，一旦发现此事与他有关，那么我会连同当年的恩怨一并清算。此外，赴约途中也有风险，还需增加底牌。师兄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此物名为侧感石，涂上寒色花的枝叶，遇到神石就会变色，可监察是否被窥探，以及窥探者的修为。这事小纸人不也能干吗？给你增加点参与感。这丹炉里炼的什么药？天仙版软仙散。为蒯司这个真仙准备这么高品质的药，有点浪费啊。真仙境距天仙境虽远，但万一人家是个隐藏大宝。再者，仙灵峰善炼器，若蒯司有厉害法宝，一刀下去999。稳妥考虑，还是按天仙境应对，有备无患。这段时间已经和师父闭关不出。魏师兄实在太稳健了。可对方若见赴约的是你，改变计划呢？所以，我绝对不能露出破绽。怎么刚好碰上从东海大会回来的人？假装没看到。99师妹，你们这么快就从龙宫回来了？别提了，龙宫那位二太子敖乙不知道又发什么疯，所以结束的仓促。不过我师父说，这次长寿对战敖乙有大功劳，我就趁机要了些法术典籍给小琼峰。师兄，你不用太感动啊，回头吩咐长寿陪我喝酒，喝到我满意就行了。这闪避动作这么丝滑，小寿说是身体有病碰不得，你这老头还手上无欲了？多谢99师妹关心，但长寿实力低微，目前还用不到太高级的修炼典籍。已经在龙宫大出风头了，要是再少些东西，我不就成门内最亮眼的仔了吗？就算不为长寿，齐恩师兄刚升谪仙，也很需要典籍巩固修为吧？99师妹的好意，师兄心领了。贫道正准备去南州历练，稳扎稳打，提升修为。啊，这风格改变的这么突然。齐元师兄900年来不是一向闭关修行吗？齐元师叔，此次长寿师兄舍命护我渡仙门颜面，玄雅钦佩不已。不知他伤势如何？目前已无大碍，劳玄雅师侄记挂。
道是你这一身伤？玄雅在擂台上把龙宫弟子揍了个遍，给长寿报了仇。报仇？有东西也太冲动了，总要低调啊！龙宫不会把这笔账算我头上吧？玄雅师侄如此顾念同门之义，贫道很是欣慰。是谁在生气？西元师兄这是不开心了，怎么脸这么狰狞？长寿师兄高风亮节，至仁至善，乃我辈之楷模，能与他相交，是玄雅之幸。别夸了，让我走吧。九九师妹，你们一路奔波，还是先回山安顿，咱们就此别过。侧本是有反应，我被神识锁定了。竟然有人愿意花那么多灵石买这个诛仙的秘籍，倒还真是一笔划算的生意。待他抵达南州灵东城，我们便立即下手。根据测反时的反应，共有3道神识锁定我，2个元仙境的不足为惧。不过真仙境的这位，如果隐藏了修为，就可能是真仙境巅峰，甚至更高。信息太少，暂时无法确定跟踪者。也罢，我已经备好了15种应急预案，方便及时应对。这就是信中约定的见面地点。南州不愧是人族气运汇聚之所，都开始追求精神需求了。不过，神识锁定解除，这就现身了。我还什么都没做呢。依然师弟。九师兄，怎么是这个老狐狸？他跟着我，不，跟着师傅做什么？而且那2个元仙境的也消失了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他旁边那人是？不知道，他是在城中与目标碰头的。之前我们一直小心隐藏在地面追踪，没有发现别人，应该也没有暴露。保险起见，我们得掌握主动。有这个法宝在，2人一并杀了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师兄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小九担心你独自外出不安全，托我暗中相护。想不到，师弟，你向来洁身自好，怎么升仙后突然性情大变，往红尘俗世里钻呢？九无师徒暗中相护也是好心。如果他跟踪的不是我李长寿的话，危险！他对师傅十分了解，我要是露出过错，地盘就藏不住了。怒火之年也会被惊动的。师兄，你误会我了。吾辈炼气士一心求道，岂会恋慕俗世污浊？我停在这里，是另有原因。什么原因？城中如此繁荣，凡人温饱不成问题。
这些人却脚步虚浮，跟恶鬼似的，着实古怪。唉，想不到师弟如此单纯。师弟思慕晚将与师妹近1000年，一直很寂寞。我这个做师兄的，确实不该过度苛责。总感觉他在想一些不礼貌的东西啊。确有一些人阳气虚弱，寿元无多，像被妖族吸食了精气。而里面正好有3个妖怪，一个真仙境，2个元仙境。方才我没能一眼看出，师弟，你的眼力不错呀。我升仙之后，确实眼力有些长进。看来之前跟踪我的，就是这2个元仙境的妖怪。师兄，事关重大，我们是否马上返回门内禀报？师弟何时变得跟长寿一般思虑周全？此事目前只有推测，却无证据。不如先暗中探查一番，若确有其事，咱们联手除妖，护一地清明，岂不美哉？师兄果然是义薄云天。就我师伯轻易就能发现我与师父的细微不同，我必须更加克制，不能越线半分。末世3姐妹加场表演马上开始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！加场表演。幕后之人为了引师父入局，真是煞费苦心。跟九无师伯一起行动就是暗器，竟然抓到了妖怪吸食人族精气的现行。父母，话说这么熟练，他们到底吸食了多少精气啊？你们没中姐姐的万象迷魂物，难道你的修为比姐姐还高？那至少是真仙境巅峰，怎么会跟一个浊仙在一起？妹妹们，先杀了那个浊仙！师弟，保护好这些凡人。好吵，发生什么事啊？竟然还有一个妖怪，难道他有什么隐藏妖气和修为的法宝？掌柜的，他打伤了我的2个妹妹，小兰姐姐，您饶为我们做主啊！敢在我店里？师弟，千万保护好自己！我绝饶不了你！九无师伯应付得了吗？不对，现在好像我比较危险。该死，离得这么近，我要是使出浊仙以上的能力，肯定会被九无师伯发现端倪。也就是说，
要用师傅的人设跟3个妖怪对战。是个糟老头子，怎么这么能跑？为了装师傅，我饶命了。没事儿，他跑不了。万飞小可恶有集成了。不妙，琴声中竟然暗藏无形水雾，逐渐令人窒息。虽然我本身的天仙境修为足够抵挡，但显然师傅这个捉仙是抵挡不了的。九师伯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不好，尸体有危险，必须马上了结这个妖怪。别以为我拿你没办法。你是青丘狐族？这下可麻烦了。算了，求人不如求己，启动地球抛命经院。没用的，这万飞销魂物以我的法力驱动，凭你区区一个捉仙，根本不可能破解。贫道的法力低微，大仙绝不会向你们这些作恶的妖怪屈服。1号、2号、3号，出动！四元符阵，禁止离宫。人类总是会被表象所迷惑。青丘狐族蒙圣母女娲硬币素来与人为善，为何你却自甘堕落，干起了吸食人族精气的勾当？要你管！束手就擒吧。我要杀了你！妹妹们，把力量借给我！又来了！万毒噬魂物！过我火星攻击，
卓仙的实力，引起九无师伯的高度怀疑。但如果任由毒雾蔓延，师傅的人设是保住了，人就很难保住。不能，千万不能打！师弟，没事吧？这3只妖怪着实厉害，多亏师兄大救。师弟太谦虚了，没想到你竟能和3只妖怪纠缠到这种程度。出门前，长寿给了我许多符箓防身。原来如此。长寿是指那么多鬼主意，别说原仙遭不住，真仙栽跟头，待他成仙，怕是连天仙都敢算计。你师父的一身英名，我忍了。下在琴上的禁制破了，暗杀失败。奇缘呐，奇缘，你当了900年的废物，一朝成仙还是如此能干。越是如此，我越是留不得你了。综合小指有一件事，基本可以确定快思就是幕后真凶。他以晚江云为名，引师父前来灵东城，欲买凶除掉师父。如今快思得知蛤蟆药失败，已在赶来的路上，他最快1个时辰就能到。麻烦就麻烦在九无师伯。蛤蟆妖身上的业障真多。这狐妖隶属的青丘狐族，与人族圣母女娲颇有渊源，不太好办。先想办法引开九无师伯。不如等他醒后再拷问。附近有个偏僻海边，正合适。醒了！你这狐妖为何在人间作祟？与那蛤蟆妖又有什么关联？奴家，您幻想来。好厉害的媚术！好在我常年研习千星咒，问题不大。九无师伯应该也……九无师伯，你冷静一点啊！师伯，对不住了。还好有这东西在。这是长寿化的白眉老后符，炼气时修道静心，抵抗媚术，必备良品。好厉害的法宝！哼，竟敢用媚术欺我等！
师弟，你怎么了？师兄，我鲜少前往此等场所，刚被蛤蟆妖击伤，又遭遇狐妖媚术，似乎产生了心魔。师傅，你千万别怪我。赶紧休息调养一下。姐姐们，你们死得好惨。说，那个谪仙是怎么杀死你姐姐的？他有什么特别手段？姐姐们已经死了，告诉你这些又有什么意义？那你也没什么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。天仙版软仙伞，看起来效果还不错。稳妥起见，总归要确认一下，杀错人可就不好了。还是进行一下搜魂吧。师傅。果然，快似买通蛤蟆妖，欲在此地杀死师傅。师傅，万事不枉，令东城百兄杀人事件确认完毕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沦丧了良心！追日破云梭，
快死不愧为奇效，这一式破云梭竟还能变换多种攻击形式，学习了。怎么可能？你不是捉仙，你是真仙。错，我是天仙。望为永世，无法转生。我确实没有参与吸食人族精气，不信的话，竟有功德。一般来说，行善带来功德，作恶带来业障。等功德积攒到一定程度，便可获得成圣契机。机缘上佳者，可凭借功德成圣。当今6圣都是以功德成圣，道门3圣以教化取功德，西方2圣以发宏愿取功德，圣母女娲则以造人取功德。但这狐妖身上的功德，这是祖传功德。我族祖先曾在巫妖大战期间救过人族，因此获得功德传至我辈。你们若杀了我，我身上的功德便会转化为你们身上的业障。师兄，此女虽狂妄，但所言不无道理。只有将她带回门内发落了。我出来的太急，没带能收束活物的宝囊。啊，我带了。出门前，长寿特意为我备着的。符箓、宝囊。气元师弟似乎谨慎过了头，这些东西真是长寿师侄给他的，还是说……师弟。不知长寿师侄最近在干什么？师兄啊，你怎么来了？长寿啊，应是在修炼吧？他为什么突然问起我？正好，我来这里坐坐。师兄不去趟赏罚殿吗？小兰之事仍需门内定夺。麻烦了，一定是这老狐狸发现了什么。稍后我自会跑一趟。怎么，小琼峰不欢迎我？那怎么会呢？师兄造访，必令小琼峰蓬荜生辉啊！天亮，请睁眼。昨天晚上死的是99师叔。玩了一天了，每次都是我先死，不玩了。99师叔，你耍赖！我就知道，李长寿呢？他哪里去了？五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坦白吧，师侄，我早就怀疑你了。跟我玩这一出，怎么可能瞒过我的眼睛？九五师伯，一起玩狼人杀吗？李长寿竟然在这玩什么狼人杀？那起源真不是他假扮的。保险起见，
还是用法术查探一下。神识为引，虚实尽显。你是我。真是我想多了。哎呀，既然你们在这玩游戏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这就走了？九师伯，好险，还好我身上有火的预防查探，否则方才直接被九无师伯看穿了纸人化身。看来是我扮演的师傅不够像，才引起了九无师伯的怀疑。往后定要仔细观察师傅演戏，进一步提升演员的自我修养。这次我与纸人兵分三路，击杀蒯斯的同时，利用九无师伯制造师傅的不在场证明，用99制造李长寿的不在场证明。其中多有风险，往后需好好复盘。只是师傅那边……西元那个废物，为什么只等你花那么多心思？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？你这样心思歹毒的人，也配和七元师弟相提并论？也配和七元师弟相提并论？既然如此，你就别怪我心狠了。师傅，临东城之约也是蒯斯的阴谋，他欲买凶除掉你，后双方因私怨大打出手，同归于尽。你回去吧，为师想一个人静静。万师伯虽死，但仍有魂魄留存于世，也许师傅和万师伯真能有重逢之日。贫道代表金鳌岛来访，与贵门论道切磋，此为拜帖。我渡仙门与金鳌岛同属道门，却应增进交流。看来这一次又要挑选优秀弟子与金鳌岛切磋了，不如……我等想与小琼峰的高徒切磋。小琼峰，门内最弱的峰头，金鳌岛此举何意？难道想故意折入渡仙门？应该是想避免道门争端。小琼峰实力如何，稍加打听便知。金鳌岛获胜面上有光，咱们渡仙门也不算失了面皮。小琼峰有师徒3人，不知道友想与哪位切磋？李长寿。敖乙，他拜入了金鳌岛。龙族一向傲慢，如何会与道门为伍？为了打败蓝衣老道，我要去道门拜师，修习圣人道法。为了重整龙族，我要扬名四海，引领族中弟子拜入道门。扬名计划第1步，洗清龙宫一战的污点。回众吕上人，我师兄李长寿修行遇到瓶颈，必死关了。还好准备了避敌计划。着实不巧，敖乙太子不如另择一位弟子切磋。友情悬崖，愿向敖乙太子请教。哼，你是小琼峰弟子吗？不是。那便不行。
师兄，我是为了你才不稳健的，不许罚我抄书。小琼峰弟子兰陵娥，愿向敖乙太子请教。我的对手非长寿道友不可，否则心魔难消。龙宫一战说的是长寿，你为何会有心魔？心魔这种事，懂的人才懂。我给南一老道写了后，怕老道这件事实在丢龙现眼。他既然闭关了，我就在门外等他。这小龙做事这么绝，都开始堵门了。事关龙族兴衰，我绝不会放弃。那就这么耗着吧，看谁熬死谁。我龙族寿命长得很，熬死你还不是绰绰有余。他俩这是要熬死我呀！实在不行，只能唤醒长寿了。哎，奇缘师弟，你与蛤蟆妖一战后，伤势如何呀？蛤蟆妖？难道是长寿说的快死顾兄杀我那个？好多了，老九吴师兄记挂。还好对过口供。敖乙一直赖在小琼峰也不是个事儿，要不夜里偷偷砸晕丢出去吧。我会被龙族暗杀吧？小妖精，赶紧出关，调整两层伪装。哼哼，既然突破瓶颈了，便出来吧。敖乙又来找你切磋了。敖乙已渡劫成仙，而弟子不过反虚境，怕是难以取胜。师父，弟子有一个既不与敖乙交手，又能让渡仙门稳赢的法子。阵法切磋，倒也可行。九你也太毒了吧！这阵你都破不了，还让敖乙破？唉，师兄，你这次稳健不起来，要露馅儿了呀。长寿师兄，没想到你不仅善炼丹，竟还精通阵法。长寿，你那破阵我进去就晕，敖乙肯定闯不过。长寿，此战过后，你定能得到门内重视。快和为师谢过九巫师兄。举手之劳，不用谢。谢你个鬼呀！苍天啊，把这坑神带走吧！只要在不强行冲破阵基的情况下走出这座大阵，便算敖乙太子获胜。请。只能随机应变了。此阵将是我扬名四海的第一个垫脚石。敖乙师弟，这阵法看着并不玄妙，一定困不住你。为兄等着为你庆功。敖乙师叔，自求多福吧。又走回来了！水灵灵珠，给我封住这连环困阵！竟是生于远古的先天法宝，难怪能阻断大阵运转，令生门显现。但……冰离剑，给我斩了这方寸之地！又一件先天法宝。敖乙真是矿里有家，只是阵法造诣差得令人发指。
处在阵法之道，有这么不堪了吗？此阵颇为玄妙，想当初我也险些出不来。酒窝师伯说笑了，这就是最普通的迷阵。师傅，敖乙师叔入岛尚短，所学有限，弟子们倒是学过些阵法之道，想去试试。为师相信你们一定能破阵。啊，好好的师傅，长了一张嘴。我定能破此阵。终归是败了，也罢，贫道这就将他们带出。前辈且慢，我来开。是时候展现了金鳌岛真正的阵法造诣。我居然也迷路了，不能被看出来。我龙族还能站起来。敖乙师弟，为兄来救你了！连天仙都被困住了。长寿在阵法上的造诣确实不凡。长寿啊，这个优秀仙苗，你当定了。谁爱当谁当，不要给我！金鳌岛也不过如此嘛。九九师叔，既然你主动吸引火力了，一定不介意我再把祸水引向你吧？此阵能有如此威力，九九师叔居功至伟。这座大阵一直是靠您浑厚而又纯粹的法力在运转，对吧，师妹？可不是嘛，阵基里的每颗灵石都是您嵌进去的。九巫师伯推荐的就是靠谱。可是小琼峰真的需要真仙指导布阵，就要真仙，就要真仙！真仙？他就是真仙，你找他。师兄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。难怪我在镇里一直兜圈，原来是九九师妹所拨。是吗？我也没想到自己这么厉害，这大概就是天赋吧。九九师叔实力强横，众位道友闯不过去，实属正常，切勿因此沮丧。我输了。道友阵法之玄妙，敖乙领教了。师傅，你怎么也在镇里？为师是来找你们的。如今是我金鳌岛输了一阵，不知小友能否和敖乙师弟再比试一番？当然，绝对不是为了输赢啊，只是想助我师弟摆脱心魔。一个成仙的挑战一个没成仙的，这公平吗？请元泽师兄将我的修为封到反虚境。这倒是公平了。那便再切磋一次吧，莫要让人觉得咱们渡仙门拒战。这熟悉的剧情走向，弟子遵命。敖乙太子，今日与东海大会有些不同，我或许会胜之不武。道友于阵法之道已经胜我，这一战是敖乙强求得来，道友尽管出手。为了渡仙门的面皮，此战必须赢，但如何赢才是重点。
好快的盾法！原来胜之不武，指的是避开正面交手。既如此，必逼你现身。都炸成这样了还不出来，这人的打法真是一言难尽。总之，敖夷太子拿土遁没办法，长寿也算立于不败之地。用盾法避开正面战斗，就算获胜，旁人也觉得是取巧，实行够稳。符火破不开他的心墙，得换点尖锐的法器。攻击如此密集，来不及细查此人踪影。再这么打下去，敖夷师叔要被炸成刺猬了。这是什么法器？一棒砸下去还能喘气吗？敖夷师叔本来就不高。什么？我们认输！输了，我又输了。多有得罪，这次可否算作平局？女王大人，咱们派到南海传教的弟子失联了，让压神的人去查看一下。另外，道门可有异动？听闻金鳌岛正在渡仙门论道切磋，倒是个挑拨道门关系的好机会。渡仙门。长寿道友，不，长寿兄，如此光风霁月，已心有所感。此番回师门，定会好好参悟。敖夷兄客气。叨扰数日，贫道这就回去了。禀众羽上人，忘情上人，人教逍遥仙宗借来传信玉符。见信如晤。近日，阐教云中子与截教多宝道人于中神州起争执，两教弟子到场助阵，我宗调停无果，盼贵门来援，逍遥仙宗锦旗。人、阐、截三教同属道门，阐教和截教多年来纷争不断，都是咱们人教在调停。我们确实该应下逍遥仙宗的邀请，前往平息此事。阐教又与我截教吵起来了，不多说了，贫道这就前往中神州助我截教。
三教终究是一家人。今日天色已晚，原则道友不如在此留宿。明日我派人与你一同前往中神州，平息纷争，如何？这也好。明天你们俩就先回金鳌岛吧。九乌，明日你随原则道友一行去中神州。是。师伯，这是万凌云长老炼制的辅仙灵魂丹，可用以防身。用时需闭气，以防自伤。你小子有心了。师伯切记，此丹毒性甚烈，非危及生死，不可擅用。师兄，阐教和截教吵架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门内那么急着派人去劝架。这次冲突的主角，阐教的云中子和截教的多宝道人，听说他们都喜欢法宝，只不过云中子喜欢仿造赝品，而多宝道人则喜欢收藏真品。也许是因为法宝，二人吵了起来。那法宝是假的，你的法宝才是假的。总有人嘴笨吵不过，于是很快进入了洪荒吵架的必备流程——骂人。二人都叫来了各自的师兄弟，两人的争吵升级为两教的矛盾。这样一来，作为道门三教之一，从不参与阐劫之争的人教，不得不出面调停。逍遥仙宗劝架无果，又发动骂人战术，叫上了咱们渡仙门。就为这么点小事，闹那么大？阐劫两教的矛盾由来已久，甚至要追溯到两教圣人立教之时。九无师伯前去劝架，但愿别是吃力不讨好。回女王大人，渡仙门和金鳌岛派人一同前往中神州，为阐劫两教劝架。阐劫两教的矛盾，或许可以升级为人、阐、劫三教的矛盾。属下明白了。太多了，有埋伏，是隔绝法阵，趁法阵还没彻底结成，冲出去！我赤鸟向来性情温顺。突然出手攻击，事有蹊跷。我赤鸟来势汹汹，带头那只的实力将逼近天仙境巅峰。我虽也是天仙，但不是他的对手。隔绝法阵困住了我们，必须想办法尽快破阵。震雷离火，天使造化，摩天扬雷，起！天光熠熠，黑影如梭，万影剑阵，去！
隔绝法阵破了，妖物太多，分头突围，你们小心！丹药此瓶禁制被破，九无师伯出事了。我也联系不上无误，一定是出事了。我现在就去找师傅。长寿，要不是你给的毒丹，我真就见不到你了。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九巫一行因是遭到了火赤鸟伏击，2位渡仙门长老殒命，九巫受重创，元泽等人不知所踪，金鳌岛也没有他们的消息。火赤鸟，他们怎么会突然对渡仙门和金鳌岛的人下手？此事不简单。这些火赤鸟被我们击毙后，身上闪过一缕血光。我仔细检查过他们的尸身，发现其元神被抽空，早已死去多时。看来，他们的元神被操控了。操控元神，竟有这种邪术，简直闻所未闻。后来我虽被师父救回，但性命垂危。好在有麒麟长老出手，才捡回一条命。麒麟长老，常年镇守道藏内殿的那位。他是门内唯一的太上长老，也是门内2大金仙之一。他似乎见过这些操控元神的邪术，不，应该是族群。他们被唤作血赤黑纹。血赤黑纹，麒麟长老，麒麟长老。他们神秘，嗜血，来去无踪。通过吸附他人骨血，从而附身操控。操控火赤鸟的真凶，只是一群蚊子。千万不要小瞧了这群蚊子。远古时，他们曾经用类似的手段挑起了一个族群的内部纷争，甚至引发了族灭。灭族于无形之中。没有任何判别的方法吗？灭一个族群都这么容易，那我渡仙门近日有血赤黑纹作祟。此纹凶猛异常，请各峰严加戒备。门内也开始戒备血赤黑纹了，这日子真不太平。蚊子，封神大劫之时，西坊教真提道人手下确有一只蚊子，能够操控他人元神。他害死截教内门弟子，啃坏西坊教镇教之宝。莫非就是这血赤黑纹？血赤黑纹消失已久，
此时忽然出现，定有缘由。难道与产劫之争有关？杜仙门与金鳌岛派人前去调节纷争的路上遇袭，显然是有人与其勾结。原则，也许他并不希望产劫握手言和，所以暗中除掉九屋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原则在重创九屋一行后，应选择将一切推给火赤鸟，反正一切死无对证。但很奇怪，他失踪了。不错，他有可能是畏罪潜逃，也可能是隐藏在暗中伺机出手。真相到底是哪一种？破解谜题的关键在于原则。九屋一行遇袭后，金鳌岛也没有找到原则的下落，可见他并没有死。既然没死，他去了哪里？为什么毫无消息？如果是被俘虏了，俘虏他的只可能是血池黑纹。血池黑纹为什么要抓原则等人？如果没有腐仙灵魂丹，九屋极有可能会死，因为同行的2个长老都死了。显然，血池黑纹是想对渡仙门下死手，可是为什么？产劫2教发生冲突，幕后主使对前去劝和的人教渡仙门是杀，对截教的金鳌岛却是不杀。他们到底在谋划什么？原则的失踪，加上血池黑纹的特殊能力，渡仙门也不再安全了。我乃金鳌岛原则，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别想威胁我，我是绝对不会听你的。拜见女王大人。吸收完血莲，你们便可以一跃成为金仙，然后带领妖族去覆灭渡仙门。记住，覆灭渡仙门。是。安排火赤鸟偷袭，再以血池黑纹掌控金鳌岛炼气室，攻击渡仙门。女王大人果然高明。这回定要让他们道门3教吃个大亏。只有这样，上面那位才会满意。求个安全，凡事上好奇的冒险，忽然又不见，原来遁入心间，透亮了惊鸿一瞥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令人挂念，像梦界的一道失恋，失眠不许愿，你们不能听见，细节道路见情缘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求个安全，凡事上好奇的冒险，忽然又不见，原来遁入心间，透亮了惊鸿一瞥。师
兄好特别，特别令人挂念，像难解的一道失恋。失眠我许愿，你能不能听见世界道理千情